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9月11日嘅，我一早已經講咗啦。咁咧喺呢個嘅共產黨啊走改革開放之後咧，就面對住意識形態嘅崩壞喎。因為明明係搞馬克思主義噶嘛，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但係結果咧係即係搞呢個嘅官僚資本主義喎，就同呢個嘅四大家族啊嘅時期，即係呢個嘅陳伯達咧喺50年之後咧就描述啊共產黨就係為咗打倒四大家族。呢個所謂嘅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咧，而去即係解放中國人民啊嘛。但係改革開放之後咧，中國其實就走翻所謂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主義。咁啊，明明呢個嘅意識形態係破產噶啦，為咗要繼續咧營造嘅統治嘅合法性咧，就係大講民族主義。咁所以80年代開始，中國咧民族主義就越嚟越高漲咯。咁啊，而即係將話要打呢個越南啦、中越邊境戰爭，同埋咧香港、澳門嘅回歸。其實就為咗加強自己統治合法性啊嘛，以及咧就話要收復台灣，都係如此嘅。咁啊，近年咧，習近平咧就不斷講話要收復台灣啦，就希望咧營造咗好似普京咁樣，哇係民族嘅英雄喎，戰爭嘅英雄喎。咁但係我就話咧，咁樣嘅成本太高啦，即係香港啊都係用談判談翻嚟嘅啫，但係台灣談判係談唔到翻嚟噶嘛。你一係就武力統一，一係咧就係維持現狀，你就談唔到翻嚟嘅。咁如果係咁，就不如買啲土地翻嚟啦。事實上唔係未試過噶嘛。呢個咧俄國咧係將阿拉斯加州咧係賣咗俾美國嘅曾經。咁啊，大家知道啦，阿拉斯加州咧其實啊就係隔咗呢個加拿大嘅。咁啊，美國咧同阿拉斯加州咧完全係掂唔到佢嘅邊境，佢就經水路就先去到阿拉斯加州，或者咧就要穿過加拿大，因為阿拉斯加州咧其實就喺俄國白令海峽嘅對出。咁啊，呢個亦都係人類非洲出走嘅大路線嚟喎。人類非洲出走咧，有一支就去到西伯利亞，西伯利亞有一支咧就向南，向南咧就變成咗今天嘅中國人啦、蒙古人啦，同埋呢個嘅東亞人嚇，包括呢個嘅韓國人啦、日本人啊嘅祖先。另外一支咧就係經白令海峽啦，就向東出走去咗呢個嘅阿拉斯加州，經阿拉斯加州咧再去到整個南美、北美，就變成嘅今天嘅即係南美、北美嘅原住民啦。咁啊，其實美國都買咗翻嚟嘅，俄國唔係唔肯用，俄國土地非常之大，即係你係同佢傾咧係有得傾嘅。咁啊，甚至乎特朗普時期咧都試過咧，就諗住揾啊丹麥咧就買個格陵蘭翻嚟添，即係有傾過。當然啦，即係歐洲就唔睬佢啦。咁啊，但係唔係冇可能。咁啊，尤其是而家俄烏戰爭咧，令到俄國嘅經濟咧係即係非常之受到大嘅打擊啦。喺呢個時候咧，買翻一啲嘅領土翻嚟。其實係有可能嘅，亦都可以達到咧增加民族自信啦，亦都可以令到習近平咧成為民族英雄無限連任，甚至乎咧就可以避開咗台海同南海嘅戰爭風險，繼續令中國人咧係富庶起嚟嘅。呢個真係何樂而不為咧？唔知係咪咧？即係我主張呢幾年咧開始，即係有啲人咧同我嘅想法都不謀而合咗咧，咁啊結果咧就係喺網上啊有啲人講法就話喂。中國將會咧接管西伯利亞啦，接管呢個嘅海參崴添咯。咁但係咧好快打臉咯，就係因為咧央視咧就去咗呢個嘅海參崴度就有活動喎，因為中俄軍事演習啊嘛，呢幾日有活動。結果喺央視咧就冇出到海參崴呢個名，就出咗咧呢個嘅海參崴喺俄國嘅譯名。咁啊結果俾好多大陸嘅小粉紅咧就話佢數典忘宗啦。話央視同中國官員數典忘宗喎，竟然唔用海參崴而用咗佢哋嘅俄文譯名，咁呢個就係係損害民族自信嘅喎。咁啊當然啦，你同嗰啲人傾咧，有啲所謂嘅即係擁護國家政權、堅定擁護啲人，你同佢傾咧，永遠傾唔到嘅。因為譬如話佢哋好中意講自古以嚟，你就同佢解釋自古以嚟台灣喺中國有所謂嘅信史以嚟，夏商周開始以嚟，周朝開始以嚟，台灣就唔係中國嘅領土啦。明朝嘅時期有澎湖水師啫嘛，唐代係經略過台灣嘅，所以經略嘅係小琉球，而琉球係咪真係台灣呢？歷史上而家仲未有判斷喎。呢個小琉球、大琉球係咪沖繩同台灣呢？歷史上仲未有確實嘅判斷。話孫權時期啦去過台灣，都係文字片面嘅記載嚟嘅啫。咁而明朝澎湖水師係澎湖啫，都唔係台灣啦。去到鄭成功嘅時候係台南嘅啫，勢力都出唔到去台南以外嘅地方喎。咁所以幾時咧就係清朝開始，台灣咧先歸入去呢個嘅中國嘅領土啊嘛。清朝康熙咧就係即係趕走咗鄭氏家族，然後再喺呢個台灣開疆闢土，就變成咗
全台咧，其實就去到晚清嘅。咁啊，去到全台咧，去到晚清嘅時期咧，好快就變成咗日本人就割讓咗台灣啊嘛。咁所以你同佢講即係解釋翻歷史，佢就成日講自古以嚟，你同佢解釋歷史，歷史唔係咁喎。然後佢就同你講波茨坦公約啦，波茨坦公約就定明咧台灣要回歸中國嘅。咁但係問題，波茨坦公約嘅文獻無論中文英文版都係寫中華民國嘅喎。咁所以你同佢講話，喂，嗰個根據國際法中華民國而家仲係實際存在喎，唔係聯合國冇登記佢就唔存在喎。因為如果聯合國冇登記，聯合國唔承認佢就唔存在啦。1971年至到1949年至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冇登記喎聯合國。咁啊，亦都唔係常任理事國，更加唔係會員國。咁係咪1949至1971年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唔存在咧？即係你要咁樣同佢解釋咧，你又解釋極，佢哋都會轉咗個龍門，轉咗個定位。今日我繼續講咧，俄國即係去到海參崴呢個地方，其實係可以買翻嚟嘅。唐努烏梁海係可以買翻嚟，海參崴可能嘅戰略意義係大啲啦，俄國未必係買。咁但係你話如果同佢共管咧，或者係主權換治權咧，呢個並非不可能喎。譬如話你拎1萬億出嚟，1萬億美元就可以換翻到海參崴或者唐努烏梁海嘅主權、治權，可以繼續喺俄國人手上，一國兩制噶，冇問題噶。住喺海參崴或者住喺唐努烏梁海嘅俄國人係可以攞雙重護照。咁我諗俄國人係唔會有點反對，俄國政府亦都冇乜問題嘅，呢個係完全可以嘅。但係佢哋堅持係唔咁做啊。咁啊，我哋今日就講下咧呢個嘅海參崴啊歷史啦，係嘛？咁啊，有啲人咧就話，喂，海參崴嘅歷史其實就根據呢個嘅兩次嘅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咧成日話佢唔承認不平等條約嘅喎，但係佢話唔承認不平等條約，但係點解又會承認到呢個嘅海參崴咧？而家有一個新聞就話，喂，中國係咪將接管西伯利亞同遠東啊駐俄大使啊？即刻話謠言嚟㗎，中國駐俄大使冇啊，絕對唔會即係呢個嘅已經解決咗㗎啦。已經解決咗咧，就係嚟自1992年江澤民時期，就同俄國咧就當時商討咗個邊界問題，直至到咧去呢個嘅2000年同埋2002年咧，正式就簽訂咗合約，就係承認咧所有嘅不平等條約，承認咧所有由不平等條約咧各讓俾呢個嘅俄國嘅領土喎。嗱，一方面對住香港談判咧，佢話佢唔承認3個不平等條約，包括呢個嘅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同埋新界拓展專條，或者叫拓展新界專條，佢唔承認。但係對於呢個嘅中俄北京條約、外運條約咧，佢就即係承認嘅。到底讀外運定外徽咧？好多人咧，我每次讀外運咧，又指正我讀外徽。佢話普通話字典咧都係外徽，然後咧廣東話嘅字典咧都係外運。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我哋係跟翻滿文去讀啦。嗱，你又睇翻啲文獻喎，俄國咧同埋呢個嘅中國清朝簽訂嘅就係呢個 Treaty of Aalgen 即係用呢個嘅滿文咧譯翻嘅英文或者譯翻俄文咧，都係讀 Aalgen 嘅 Aalgen 外運，其實就係相似一啲嘅。咁但係唔係太重要啦。外運定係外徽好唔係仲重要。呢個1904年嘅時候咧，我哋查翻英國國會文獻啦，呢個英國國會文獻1904年嘅時期咧，英國人咧係站喺大清嗰度嘅。就話呢個嘅俄國人係破壞咗外運條約擴大咗佢哋嘅領土所以咧喺英國嘅國會裏邊咧，英國嘅外相當時係副外相啦，就提出質疑，就認為咧係唔再承認外運條約嘅英國政府應該站喺大清嗰度遵守合約、遵守法律啊嘛。當然就係呢個係錯綜複雜嘅外交關係啦。我再舉多個例子你查翻清史或者清實錄呢個外運條約咧嘅地方其實嚟自愛運城啊嘛。咁唔一定係好似而家我哋寫個愛運，我哋而家寫個愛運咧就係王字邊做個愛，同埋王字邊做個軍字，咁愛徽有讀。咁但係咧以前咧其實咧喺呢個嘅清中葉或以前咧，佢係寫愛運城嘅，呢個運係混然一體嘅混帳嘅混，所以其實咧又係讀愛運。但係去到晚清嘅時候咧，因為受普通話影響啦，連啲滿洲貴族慢慢都講咗普通話啦，所以咧愛運咧就讀咗愛徽。讀咗外徽，咁所以你即使滿文咧睇到都有個變化嘅，就係清朝中葉以前都係咧係譯做外運嘅，後來譯做外徽，但係其實呢個唔係好重要啦，我都唔係主張讀音派嘅咁反正咧就係兩條不平等條約咧，佢哋係完全承認咗嘅，承認咗之後咧仲變成咗係呢個嘅俄國不可分割嘅領土。咁呢個俄國不可分割嘅領土咧就係你睇到啦。
呢個係兩條條約嚟嘅。一開始咧就係尼布楚條約啦。其實咧，因為大清啊就喺呢個嘅黑龍江嗰度活動噶嘛，由長白山去到黑龍江，咁啊結果長白山而家喺俄國人手上喎，而黑龍江咧嘅以北嘅地方咧就喺呢個嘅俄國人手上，一個喺朝鮮人手上，sorry，長白山係朝鮮人手上，黑龍江以北嘅地方咧就喺俄國人手上。咁啊，康熙嘅時期咧，因為話呢個係祖宗領土嚟噶嘛，但係問題呢個嘅滿洲人咧，佢就唔係固定居住嘅地方嚟喎，佢係半游牧民族嚟嘅。滿洲人咧其實係狩獵民族，同以前嘅蒙古人咧係純粹喺草原咧係唔同嘅，但係狩獵民族咧都係周圍走啊嘛，咁所以咧祖宗之地，所以就打咗場仗，然後就簽訂咗尼布楚條約，就初次劃界啦。咁呢個尼布楚條約咧就係康熙時代咧初次劃界嘅，1689年。但係後來咧，去到呢個嘅兩次嘅不平等條約，1858年中俄北京條約，因為當時打仗啊嘛，就係呢個英法聯軍打，咁所以咧俄國人咧乘機就同大清講：喂，你唔同我傾劃界，我就打埋你噶咯。咁所以咧就脅迫底下咧就打。第二次就愛運條約，再割咗一大段嘅土地，深色嗰啲就係割讓出嚟嘅，江東64屯呢個地方，咁啊庫頁島等等等等，咁喺呢個時候咧就歸入去俄國控制啦。咁然後咧唐盧烏梁海1914年咧係俄國人咧乘機侵佔喎，因為當時軍閥混戰啊嘛，北洋政府啊嘛，袁世凱亂政啊嘛，所以咧佢趁機咧就攻佔咗呢個唐盧烏梁海，然後仲喺呢個嘅烏魯木齊以北、迪化以北嘅地方，仲控制咗一大片嘅土地。咁所以咧嗰度咧係相等於數十個台灣咁大嘅地方嚟㗎，數百個呢個數千個香港咁大嘅地方，都係俾人割讓咗。唐盧烏梁海等於5個台灣喎，其實。咁其實呢啲地方咧根本俄國而家你話戰略意義，海參崴可能係有嘅，但係唐盧烏梁海或者係呢個嘅即係附近嘅地方，西伯利亞，喂，蘇武牧羊去到北海喎，嗰啲地方咧其實咧戰略意義相對係細啲嘅。如果即使有戰略意義咧，你同俄國人傾咧，係用翻呢個嘅主權換治權啊，換上5星期，俾嗰啲當地人咧係有俄國同埋中國雙重國籍，其實就解決咗噶咯。俄國人一樣可以軍事控制啊嘛，只不過咧中國人以後去咧就即係見到自己領土啦，見到咧掛咗5星期，然後當地嘅官員咧，你咪俾個特首去做咯，特首佢哋可以照樣向俄國嘅普京述職噶，冇問題嘅。雙重任命咯，係咪啊？中國咧只係掛名就俾個官去做，其實呢樣嘢係得嘅，呢樣嘢自古以嚟都有嘅咯。自古自漢代以嚟咧，就搞呢個嘅安西都護府咧，都有咁嘅情況喎，雙重任命咯。嗰個國家個國王照有自己嘅國王，同時間咧佢亦都臣服咗呢個嘅中國，就變成咗係中國嘅藩屬。咁朝鮮嘅皇帝安南嘅皇帝長期就係咁樣噶嘛，咁所以你可以整個特首俾佢哋噶嘛，佢哋咧。喺官制底下咧，佢係俄國嘅總督嚟嘅，但係實際上咧又可以係中國嘅即係掛名任命嘅官員。咁呢個就咪增加咗民族自信啦。但係點解都唔敢做啊？咁明明係即係有一個容易啲嘅途徑。你話呢啲領土一點也不能少，但係呢一大片就可以係冇咗嘅。話唔承認不平等條約，一大片咧就係承認不平等條約嘅。咁呢個係咪一個心理嘅障礙嚟咧？就係叫做畏俄如虎咧。因為中共係蘇聯扶植噶嘛，咁係毛澤東嘅時期有底氣就同赫魯曉夫反面，咁變咗珍寶島有衝突添，中蘇交惡添，甚至乎即係有原子彈危機啊嘛。咁但係江澤民嘅時代又係重新咧就同翻呢個嘅俄國咧係有領土嘅退讓喎，冇咗呢個嘅鄧小平時代，冇咗呢個毛澤東時代所謂嘅底氣啊，嗰種民族自信啊，淨係掛住咧。發展經濟就忽略咗呢個國家領土。其實發展經濟忽略國家領土係好嘅，冇乜問題嘅，改善人民生活先係硬道理啊嘛。但係而家偏偏咧就為咗要搞呢個嘅民族自信，喺南海不斷咁擴張填島，同南海10幾國咧就有衝突，喺台海亦都有如是喎。呢個就係有巨大嘅成本啊嘛，因為一旦南海台海戰爭，就面對住同10幾個國家有衝突。而台灣嘅台積電加上係半導體晶片業，就係全世界嘅經濟命脈嚟嘅。咁呢個就會必然受到世界嘅反彈反制。咁所以點解要捨易取難捨近取求遠咧？呢個唔合理噶嘛。即係唯一嘅解釋就係畏俄如虎，就係因為咧
慣性咧就係做開呢、個做開即係承認人哋係老大哥。而家咧明明即係經濟上中國有即係後來居上蘇聯啦、俄國啦嚇，軍事上而家咧俄國都要依賴朝鮮先能夠維持喎嚇。喺呢個時候反客為主，明明就係一個大好時機嘛，但係都唔去做。咁當然佢哋嘅解釋就係要團結同俄國。如果你唔團結同俄國咧，就冇辦法同美國爭霸啦。但係頭先我所講，如果用經濟去買翻嚟，喂，即係14億人民喎，每人出1萬蚊，咁啊變成咗14，即係夠晒錢喎，每人出1萬蚊，人均夾1萬蚊出嚟啊！即係呢個已經發達噶啦，14萬億噶啦，就用呢個數咧去買翻堂廬烏梁開嘅治權翻嚟，完全係足夠有餘啦，係咪啊？去買翻呢個嘅海參崴翻嚟，足夠有餘啦，咁啊或者再唔係買啲珍寶島啊、外島啊嗰啲翻嚟咯，嗰啲嘅戰略意義唔大啊嘛，但係仍然唔係咁做咧，呢個只能夠係解釋係即係長期嘅臣服啊，咁咧就變成咗咧難以有呢個自立自主之心啦，只能夠係咁樣解釋嘅啫。Anyway，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呢個係愛國者建議嚟嘅，用主權換治權，咁就可以收復領土，擴張民族嘅利益咁21世紀應該用啲文明嘅方法啦。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獨家嘅參考資料、文字版等等嘅內容嘅。啱啱呢個星期咧就係錄完咗呢個嘅中國近代史嘅課堂，講到抗日戰爭，好多同學個反應好好啊，話從來未聽過呢個版本嘅抗日戰爭嘅歷史啊，用咗好多日本嘅資料、台灣嘅資料去解說咗，即係要用多角度去思考嘛。咁所以所有嘅會員咧都可以上課 ，VIP 會員可以無限重溫，15蚊美元一個月嘅 VIP 會員就可以重溫啦，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希望大家支持啦，知識有價，拜拜。